当初装修第一套房子的时候，因为不懂，就鬼迷心窍的跟风了一些华而不实的流行设计。入住后发现踩坑无数，大多数根本不实用。所以有了前车之鉴后，在装修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吸取教训，不再只追求面子工程，坚持做了这8个装修决定。如今入住1年多，真的是幸福感大大提升。本期小东就把这些实用的装修设计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对你家的装修有所帮助。1. 玄关鞋柜做双层隔板，这个设计对于家庭人口多或者鞋子比较多的家庭简直太友好了。一般家庭入户玄关鞋柜基本都是采用常规的底部留空做法，我家第一次装修也不例外。虽然也有一定的收纳功能，但在家里穿的拖鞋和外出换下来的脏鞋只能一股脑的放在一起，显乱不说，还不卫生。第二次装修吸取了教训，把鞋柜底部设计成双层开放格，上层用来放室内的拖鞋，下层用来放室外常穿的鞋子，让室内和室外的鞋子分类收纳。这样不仅让入户区看上去更加利落整洁，还不用担心有异味了，真的是太实用了。2. 满墙电视柜设计，现在很多家庭对于客厅电视柜的做法，10家有8家是采用岩板加木格栅的设计。不可否认，这种电视墙设计确实颜值高，很抓人眼球。我家第一次装修也是如此，但入住后发现岩板电视墙除了颜值好看，没一点功能性，而且施工成本还很贵，卫生也不便于打理。第二次装修结合自家的实际需求，把实用性放在第一位，果断换成满墙电视柜的做法，不仅兼顾了美观装饰性，同时还有一定的收纳功能，让家里的客厅始终保持整洁不凌乱。另外，挂墙电视改成可调节支架设计，好处是可以拉伸旋转任意角度，即使躺在阳台的摇椅上也能轻松看电视，不会累。3. 窗帘做双层交叉轨道，家里的窗帘拉不严，总出现漏光的情况，是不是很恼火？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上述这种情况，窗帘拉到中间马上会弹走，即使好不容易拉上了，下面还是有很大的缝隙，漏光严重。后来才发现问题是出在了窗户的单轨道上面，这才导致窗帘合不拢的。第二次装修有了经验教训，不再选择单轨，果断改成了交叉轨道，窗帘拉上更严实，不透光更美观，中间也完全没缝隙。这一小小的改动真的是妙用无穷，实用性超出预期。4. 阳台晾衣架装在侧边，很多家庭的房子只有一个生活阳台，想要解决晾晒问题，就避免不了会在这个区域安装晾衣架。但是说实话，如果在阳台经常晾晒衣服，在好看的家一晾衣服就完蛋，不仅显丑显凌乱，还影响室内采光。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如此，即使有了烘干机，也无法解决大件衣物晾晒问题。第二次装修对于阳台区域装修也是做足了功课，果断把晾衣区做在了阳台的侧边，兼顾了晾晒功能的同时，还不会显得阳台区域乱糟糟。这种做法真的超级实用。这么说吧，从客厅的方向看过去，几乎是看不到衣物的，视觉上确实干净整洁多了，家人都夸我真聪明。5. 榻榻米做排骨架床，很多家庭的客卧比较小，为了多一些收纳空间，被迫选择了榻榻米设计。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如此，也跟风做了传统的榻榻米。但是入住后发现，榻榻米设计虽好，但始终摆脱不了用久了发霉易反潮，还有床底物品不便于拿取的弊端。第二次装修，我家最小的卧室还是选择了榻榻米加衣柜的一体式形式，但在设计上做了改进，果断换成排骨架榻榻米。这种做法的好处是防潮、透气，即使家里来了客人，需要留宿睡在上面，也不会像传统榻榻米那样又硬又硌，舒适性堪比实木排骨架床。另外，如果床下需要储物的话，可以设计成抽屉形式，不影响储物的同时，存取物品也更为方便。6. 厨房推拉门做极简轨道，很多人装修厨房时都会纠结是装地轨推拉门好还是吊轨门好。传统的地轨门虽说稳定性好，但粗粗的一条轨道横在中间实在很丑，也影响颜值，而且突出的轨道还容易藏污纳垢，打扫地面卫生也极不方便。权衡利弊后，我家第一次装修装了吊轨推拉门，但入住后发现吊轨门承重是个大问题，推拉卡顿不顺畅，还晃动得厉害，花了高价还没到达预期的效果，很是后悔。第二次装修果断换成极简地轨门，相比于吊轨推拉门，它不会来回晃，安全和稳固性更高。此外，比吊轨门就多出2条极简轨道，美观性上也不逊色。关键是扫地机器人也能自由进出，清洁地面卫生也非常方便。7. 窗户改成内开内导式，我家第一次装修，因为是高层住宅，所以选择了内开窗。
因为内开窗的安全性更高，不担心窗户掉落出现的安全隐患。但入住后发现内开窗的弊端也很多，比如开窗后不小心容易撞头或是割伤身体，平时走到这个区域得加倍小心。还有就是下雨天也没办法开窗通风。第二次装修，同样的高层在内开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内倒开窗的设计。别看这一个小小的变化，好处还是蛮多的。就比如内倒开窗就可以解决下雨天的通风问题，即便是外边风大雨大，也不担心漏雨到室内。还有就是再不怕经过窗户时的磕碰撞伤问题。这种改良设计对于家里有小孩子的也增加了一定的保障性。8. 洗衣机做抬高设计。对于年轻人的装修，大多数会选择滚筒式洗衣机，相比于老式的波轮洗衣机更显高级，功能更多，而且能和洗衣柜做成内嵌一体式，颜值上也更加美观。我家第一次装修也是选择了滚筒洗衣机，但用过之后发现滚筒洗衣机的侧开门设计，拿取衣服时需要弯腰或蹲下，这一点对于腰部不好或孕妇来说极其不友好。在洗衣时频繁的蹲下弯腰会非常累人。第二次装修，我家同样是选择了滚筒洗衣机，但在设计上做了改进，不再把洗衣机做直接落地，而且定制一个抬高架，把洗衣机做抬高设计，这样就完美的解决了拿取衣物需要弯腰蹲下的痛点，实用性大大提升。结语：以上这8个巧用心思的装修设计，都是我家之前装修踩坑后的经验总结。如今入住1年，真的是越问越爽，感叹第二次装修坚持的决定真的是太明智了。也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装修灵感和借鉴。装修最怕什么？不怕过时，就怕踩坑。因为装修就没有不过时的，但装修一旦翻车踩坑了，入住后全是问题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7个只有入住后才发现的装修坑，都是装修小白最容易忽略的地方，劝你要耐心看完，哪怕少踩一个都是好的。1. 地面柔光砖。近些年家庭装修流行做无主灯设计，灯光有层次，同时还能增加氛围感。很多人会告诉你，无主灯不能铺亮光砖，地面会有光斑，于是乎就买了柔光砖，结果入住后更后悔了，发现地面好像永远都擦不干净的样子。我猜你大概率是买错了，跟风买了便宜的柔光砖，市场上4、5、11片的都是柔抛砖，不仅不耐磨，还非常难打理。真正肌肤釉面的柔光砖根本不会渗污渗色。2. 衣柜一门到顶。衣柜做一门到顶设计，确实美观大气，也很符合极简的装修风格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个一门到顶衣柜最大的问题不是材料费贵，而是门板会变形。衣柜柜门做一门到顶，即使你加了拉直器，过个3、5年也会变形，关不严。花高价定制个未来有隐患的东西，不知道你图个啥。再说了，这个衣柜做分体设计，它就真丑吗？价格便宜不说，关键是它稳定不变形啊。3. 肤感膜柜门。肤感膜柜门确实很美，摸上去光滑细腻，质感一流。但是听我一句劝，千万别用在橱柜上，厨房是个重油污的地方，肤感膜柜门一摸一块污渍，全是手印，后期搞卫生会累到让你怀疑人生。其实要说抗污能力，还得是高光柜门，沾上油污一擦就干净。不过高光柜门也存在不耐划痕的缺陷，要我说，橱柜柜门还得是双饰面，既便宜又抗造。4. 吊轨推拉门。厨房做吊轨推拉门，想着颜值高，地面无轨道，卫生也好打理，但装了以后，你才发现吊轨门除了效果好看，其他全是缺点。首先，吊轨门密封性就差，因为不能完全落地，离地会有1至1.5毫米的缝隙，根本无法阻隔厨房的噪音和油烟。其次，稳固性也不行，因为自身重量原因，时间一长还会有下坠晃动的情况。还有价格贵，维修率高等诸多问题。所以说，千万别为了颜值去牺牲实用性。要我说，超薄轨道的地轨移门才是首选，不仅稳固性高，而且不会积灰藏污。5. 隐形踢脚线。都告诉你墙面做隐形踢脚线，说是不落灰，好打理卫生，但是我奉劝你，没有钱咱别硬上，做过的人都知道，隐形踢脚线要想达到完美效果，墙面冲金找平，刮大白费用至少多花1万多，不然后期全是瑕疵，踢脚线与墙面衔接的地方全是大缝子，根本没法看。所以说预算不高，咱就用木质踢脚线明装，选和门框同色的，高度选4至6公分的，效果一点不差。6. 岩板一体盆。卫生间浴室柜装岩板一体盆是真心不实用，别看它颜值高，整体性好，但是入住后你会发现这玩意用起来是真糟心，台盆浅，
下水慢、易溅水这些毛病抛开不说，关键是它这个所谓的一体盆，实际上都是打胶拼接的，这就导致它这个盆底边缘处都是卫生死角，根本擦不干净，而且时间久了还有开裂、掉底儿的风险。要说浴室柜最实用的，还得看性能成熟的陶瓷一体盆，卫生好清洁，用着也省心。7. 浅色环氧彩砂，环氧彩砂的质感，美缝剂是达不到的，特别是配合哑光瓷砖，做好了有种缝隙消失的美观。因此，很多人宁愿多花钱，也要选环氧彩砂。但现实中做环氧彩砂翻车的也不在少数，大多数是因为选了浅色，尤其是白色环氧彩砂，基本上没过半年就出现变色发黄的情况。特别是像阳台有光线直射，或者是厨房油污重的地方，变黄问题更加严重。如果不想踩坑，切记浅色的瓷砖一定要用聚尿彩砂，才会达到缝隙消失、永不变色的效果。结语：记住，装修不要盲目跟风，特别是一些流行的网红设计，花钱多还不实用。与其去追求一些潮流，不如选择适合自己的。一切以入住后的实用性为主，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踩坑。